美国为了压制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周边地区可以说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但日韩澳之流坚定盟友们依旧是出工不出力，做做样子，表表态，就是没实际行动。唯一有所动作的印度，在南亚又是个不听话的主，如何怂恿印度这个超级大国做个榜样，先动手，就成了华盛顿头痛的事情。在10月底，从综合各方媒体的消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国务卿联合国防部长偷偷摸摸地访印了。后来就传出了双方2+2会谈的消息，其结果就是双方签署了一份地理空间交流与合作协议。这些内容，相信平常关注此类消息的观众老爷们已经有所了解，无外乎是美国共享部分空间地理情报，为印度军队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情报，比如导弹、无人机等等。国内不少媒体都着重对该协议及其之后的影响进行了报道和分析，本文就不做具体阐述。不过在事发之后，双方却产生了一个微妙的意外事故，白宫方面抢先对会议内容进行了曝光，而最为尴尬的事情也在这个曝光事件中出现了。从美国国务院给出的报告看，当时白宫方面声称，在会谈上，印度向美国痛斥了北方邻居的霸道行为，用美国方面给出的话来说，就是印度遭受了来自北方的鲁莽侵略。这话说的可直接把印度人委屈的模样形容得淋漓尽致。然而这份对话报告一出，新德里方面却急了。按照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出现感到惊讶，而参考印度媒体的报道来看，参与2+2会议的2个印度部长根本就没有涉及中国的名词出现，在对话中十分小心。结果美国人一句话就把新德里在印度国内舆论中塑造成了一个在外受欺负，在内逞威风的形象。眼见着国内又要民情激动，新德里哪里受得了这个？美国人背后的这种小动作，印度人当场就给抓到了，急忙逼着美国人改口，我没这么说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事后白宫方面的解释是翻译错误，双方的会谈记录是根据印度当局口译员向美国工作人员提供的对话内容。然而，当真如此吗？白宫解释的倒是冠冕堂皇，但美国人的这种小伎俩，或者说是西方媒体机构颠倒黑白的小伎俩，已经司空见惯，干的那叫一个炉火纯青。就不说这一次印度了，比如我国对外通常合作用词是双赢，结果西方媒体就一口咬死双是2次的意思，双赢就是中国赢2次。又比如在几十年前，我国默默发展叫韬光养晦，结果这个词儿到西方机构的报道中却成了默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表面上动作是相近，但是往深层次却是一种暗示，将中国默默发展塑造成了一种阴谋论概念。当然了，西方媒体很常见的一个转移主题勾当，就是在报道中国好事情的时候，就用亚洲人来定位，而报道亚洲国家出现的坏事情，别管国籍是谁，脏水先泼给中国。这一点到如今更是进一步蔓延，以至于很多外国评论区这种习惯都十分普遍。话又说回来，从近几个月的局势来看，美国在印度国内舆论上制造压力确实有所成效，倒逼着新德里承认其编造的谎言，同时鼓动其本就不怎么受新德里控制的军方在边境寻找事端，而这一点也恰好与印度军方一拍即合。一、为借机捞钱，战争机器一运转，军队后勤物资、武器弹药就要转到军方的小本子上了。2、为捞取国内声望资本，谋求上位。于是乎，我们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看到印度人的一系列辣穿视网膜的神操作。还别说，尽管印度要经济没经济，要军事没军事，但是架不住人家自信啊，一吹二捧的，还真把印度人心理上超级大国的姿态给折腾上了天。这一点上，美国人确实居功至伟。不过从目前来看，印度人的心态在美国人怂恿的几个月里，可以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欲拒还迎，最开始美国众议院蹦出来的几个印度裔的议员，在舆论场上带节奏。比如什么前线被中国怎么样了，新德里还无所作为。而与此同时，印度国内反对派开始主动当起了先锋队，攻击新德里无所作为，就硬是把这个谎言当成证据来说，说得多了，印度民众自然是信的。各方势力推波助澜之下，这也就有了后来印度国内有些丢人的抵制运动了。尽管在一开始莫迪还站出来证明这件事情并不是真的，但是面对汹涌的民意，新德里还是退缩了。加上军方这个时间点又开始真的在边境上搞事情，这一点让新德里看到了一丝机遇，开始动手准备自己谋划很久的印度制造。另外，当时印度国内疫情还没有失控，而中国的经济复苏并未得到国际社会关注，这就导致在新德里心里出现了诡异的一幕，虽然自己有点被当枪使，但也未必没法得到好处。
于是乎，印度上下这个国家机器开始运转起来，一方面积极采购军备，另一方面积极在对峙地区表现强势态度，捞取国内民众满意度。而这个阶段，莫迪还跑去了前线，装模作样的慰问了前线士兵。这个时间点，印度人慢慢转入了美国人为他们设下的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志得意满，尽管在外界多以嘲讽的眼光看待此事，但印度依旧选择开始在边境对峙地区大秀肌肉，国际装备更是大手大脚，几十亿美元的砸下去，超级大国牌面打得响当当。不是再度加购苏30 MKI， 就是要求俄罗斯帮自己升级米格29，一时之间的春风得意，更是让印度自信心膨胀，在高原地区进一步增派驻军，后勤物资、武器弹药逐步抵达前线。而主战装备里 T90、T72、阿帕奇直升机、苏30 MKI、米格29开始纷纷出现在靠近边境地区的军事基地。当然，从如今的视角来看，印度将大量部队囤积边境已经成为了严重的后勤负担。但当时印度人在这个时间段里已经意识到了国内疫情的危机，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新德里与印度军方的关系也适时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新德里想要接着对峙问题进行军事改革，而军方却死活不同意。其中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就是新德里想要精简军队文官人员，减少超过15万文员岗位。这一点直接导致了后来在今年9月份，印度国防部连夜删除3年边境所有报告的事件。但是外界，尤其是美国方面，之前带节奏的印度裔议员着手制定保护印度免受中国攻击的修正案也出炉了，这让印度国内不少人认为自己可能是天选之子，连美国人都站在他们一侧。于是乎，带着赌一把的心态，新德里和军方选择了彻底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坚决在边境闹事情。赌虽然赌了，但是隐患并不会因此消失。带着前线后勤物资问题、国内疫情、经济问题等各类隐患，印度人转入了第3个阶段。也是在这第3个阶段，美国人精心谋划的事情一头撞在了黑天鹅上。第3阶段凛冬已至，需要指出的是，因为道路简陋、地形复杂，第2阶段的时候，印度人就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经济损失外，不少士兵的生命也葬送于此。光在6月底的1周时间里，印度陆军在运输途中就至少导致2座桥梁垮塌，直升机坠毁2架，运兵车坠崖4辆，交通事故死亡士兵就更多了。要么是避让出现在路中的牛出车祸死了，要么就是站在运输车辆边上，结果上面的步兵车侧滑给压死的，要么就干脆是翻车，一车士兵带军官全没了。而事实上，印度的基建能力遇上匆忙的后勤调运，加上不科学的调度补给，灾难性对冲，已经让印度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印度国内疫情彻底爆发，急速追赶美国疫情排行榜的现实，让新德里是真的急了。有印度媒体在9月底的时候就曾经刊文指出，印度国内经济正在濒临崩溃，疫情已然失控，印度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的援助。很有意思的是，印度新德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美国曾经暗示过的众多好处，但结果却是看到美国人自己焦头烂额的应付自身的经济下滑，以及美国共和民主两派的对抗逐步升级。可以说，在制定怂恿印度向北发难计划之初，美国人自己恐怕都没想到黑天鹅事件在计划的最后阶段出现了，美国兑现不了自己的空头支票，甚至象征性的物资都拿不出来。而此时，喜马拉雅山脉也逐渐被冰雪覆盖，凛冬已至，极寒天气下，印度前线急需的防寒服又买不到，美军凑了点二手货也就 1.1 万套，这对于印度在前线囤积的数万大军完全就是杯水车薪。折腾来折腾去，新德里后悔了，虽然前线部队是下不来了，但至少不能让军方掌控主动权。这就有了在最近印度下院的公共账目委员会突然向军方发难，要求调查拉达克前线账目。需要指出的是，印度军方腐败问题早已人尽皆知，倒卖物资、偷换军粮早已是家常便饭。然而新德里却始终无力解决。可到现阶段，这个因为印军小动作不断而导致对峙地区局势紧张的阶段，新德里却突然发难，显然就是要借机牵制军方。可以说，尽管美国人千方百计地怂恿印度向北动手，但是现实却已经让印度失去了足够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3个阶段一走过来，恐怕也是这一次印度人着急要求美国人改口的原因了。否则再折腾起一波国内舆论浪潮，新德里是真吃不消了。